女权是一种政治立场，但它从来不属于现有政治框架的任何部分，也不受限于现代政治光谱的任何方位。激进女权、自然女从来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是彻底跳脱出男权政治体系，唯一真正从女本位出发的思想与立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司希翼。今天我们再来聊聊为什么激进女权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为什么既在中国受到激烈打压，又在国际上被边缘化？自然女真正的政治立场又在哪里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频道、点赞支持哦。第一，国际男权政治光谱的划分。政治光谱又称为政治坐标，用来衡量个人或者群体的政治立场。传统上，它被简单划分为横向的左翼和右翼，但国际上现代主流模型采用的是十字交叉的坐标系。横轴也就是 X 轴，代表经济立场的政府调控或资本市场；纵轴也就是 Y 轴，代表文化立场的威权保守或者多元自由。如此，现代政治光谱就被细分成了4个象限。但无论是哪个象限，看起来荒谬还是进步，它们本质都是男权的，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吸血女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国际男权政治光谱的每个象限，并从女本位出发，揭露他们的虚伪和愚蠢。左上象限是威权左派，威权保守加政府调控。他们的核心特点是经济上倾向国家干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财富再分配；文化上倾向社会控制、传统价值、服从集体意志。他们强调国家或集体高于个人，经济由政府主导和控制，社会道德由集体规范。通常支持国家控制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但不鼓励个人和市场自由。代表势力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毛泽东主义、当代中共和朝鲜体制。这个象限是老中最熟悉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就是这样运行的。他们对待女性的方式，就是把女人当成国家或者集体的财产，一边宣传红色娘子军，妇女能顶半边天，一边又推行计划生育和8000乡女上天山。女人可以受教育、参加工作，也可以参军、投入政治，但一切都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安排。她的身体、她的劳动、她的生育能力都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国家叫你不许生，就算怀胎9月、临盆在即，也要拉去强制堕胎。国家叫你必须生，就全社会逼婚催育，鼓励3胎，搞离婚冷静期。女人就好像国家手里的棋子，可以牺牲一个，造福大家。右上象限是威权右派，威权保守和资本市场。核心特点是经济上倾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小政府和个人财富积累；文化上倾向传统价值、宗教保守、民族主义和秩序等级。他们强调个人奋斗、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国家和民族认同，通常支持低税收、自由市场私有制，但不鼓励性别平权和社会福利。代表势力是美国右翼保守派共和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这个象限里最熟悉、最典型的身影就是川普。对于川普们来说呢，天赋人权，但人指的是男人，女人们呢，只是男人们的附属和协助，一个贤良的妻子和无私的母亲。他们坚信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秩序是社会的基石，并认定男上帝定下的真理。因此，通过宗教、文化、法律等手段，严格限制女性的生育权、投票权、个人成长和经济发展。比如反堕胎，就完全不考虑女人的意愿；鼓吹上帝造男造女，就加强性别刻板印象；全面打压非异性恋，尤其是女童和任何单身女性；坚持男主外女主内，鼓励女人回归家庭，支持丈夫和儿子，以完成妻职为荣。这些男的赞美和向往的万家灯火，燃料是一个个鲜活的女人。右下象限是自由右派，
多元自由加资本市场。核心特点是经济上倾向自由市场、低税收、去监管；文化上倾向个体责任自负、反政府管控、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决定一切，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和个人生活。他们通常支持资本自由化、个人权利，但不鼓励社会福利政策。代表势力是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硅谷自由资本主义等。这个象限最爱谈的是个人自由，主张市场的无形之手可以调节一切，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和社会。但我们都清楚，由于父权男权的历史原因，男人掌握了大量财富，那所谓的市场公平依然是男本位的。男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女人的性价值和生育价值。而这些人就高举市场解放女性的旗帜，鼓吹女性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身体赚钱，支持色情作品，支持卖淫，支持代孕，把物化、商品化的女生彻底推向资本市场。所谓的自由是被男权和资本联手操控的向下堕落的自由。同时，他们还反对政府限制行业中的男女比例，反对公立托儿所，反对带薪产假等。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男的维持优势，无限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左下象限是自由左派，多元自由加政府调控。他们的核心特点是经济上倾向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调控再分配；文化上倾向多元家庭、性别平等、移民自由。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减少贫富差距，同时促进个人自由和社会包容平等。通常支持免费医疗、全民教育、身体自主、LGBTQ+ 权利，但不鼓励完全的自由市场。代表势力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罗斯福新政、美国左翼民主党。这个象限是当前看上去最进步的，无论是北欧的高福利社会，还是美国兰州的自由氛围，都成为了平权仙子们向往的自由天堂。然而，平权并不是女权，只是文明温和一点的男权。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女性的处境，但它仍然是在父权框架里打转。比如父亲育儿的概念，看似是女性的解放，但实则仍然属于父系生育逻辑。男性不仅继续占有女性的生育成果，还以温情手段巩固父的身份，强化的依然是妻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而 YGBTQ+ 也是男本位叙事，让女性整体普遍对男童和跨子充满友善和包容，而女童群体却被边缘化，资源和关注始终流向男。如此，即使女人拿到了一部分的权利，却始终未能彻底觉醒，收回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性权利。所谓的多元、激进女权只是其中的一员，而无法成为主流。甚至在这种温和平等的氛围中，许多女性逐渐被麻痹，停滞不前，以为这已经足够，从而放弃了对真正女权的进一步追求。这四个象限是男权的四种不同的面貌。左上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至上，女性是集体的工具；右上传统保守主义，传统观念，女性是家庭的附属；右下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为王，女性是市场的商品；左下社会民主主义，平等包容，女性是多元的点缀。中国本土男权以左上为主，海外华人反贼深度认同右上，上海、台湾等地普遍相信和支持右下，而如今的年轻一代又认为左下才是终极救赎。但我们作为自然女，应当知道，无论哪种都不是我们的归属，更不是我们的出路。第二，激进女权与男权政治结构的根本冲突。我们作为自然女，核心目标和价值观与这些象限的政治经济框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不同方面和四个象限中的立场都存在根本冲突。左上象限威权左派，激进女权坚决反对国家对女性、女生以及生育权的支配，反对任何形式的男权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强调女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
而威权左派恰恰将女性视为国家财产，随时可以调整她们的生育、劳动和社会角色，以满足国家需求，要求个体服从集体，不允许女性摆脱父权国家的控制。威权左派惯用的说辞是，阶级压迫是首要矛盾，性别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激进女权不会接受这样的谎言。事实是，父权男权制才是最根本的压迫体系，无论是哪个阶级，女性都无法逃脱性别迫害。性别压迫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越所谓的阶级矛盾，因此性别斗争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让位于阶级斗争。历史上许多左派革命者，比如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就打着解放女性的旗号欺骗女性，让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甚至为革命献出生命，但最终翻脸不认人，把所有功劳归于男性及其政党机器。女性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变。而如今仍有一群所谓的反贼革命者，鼓吹女权应该冲塔，应该暂时搁置性别立场，先和男性一起争取民主自由，等革命成功了再搞男女平等。这样的谎言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再次上演。对于激进女权、自然女来说，性别战争才是唯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战争。右上象限，威权右派。激进女权的核心立场就是彻底反对父权男权制，而威权右派正是父权男权制的最坚定维护者。传统保守主义者，比如民族、种族主义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会强调，女性的天然角色是妻子和母亲，但事实上，女性唯一的天然身份是第一性，也就是创生直死者。威权右派为了维护男性的利益，利用法律手段限制女性，例如反堕胎，以保护生命之名行人口繁衍之实，确保男性的父系血统得以延续。他们鼓吹婚姻制度，本质上是为了男男有驴起，巩固父权结构，维持男权社会的稳定。他们坚持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分工，以削弱女性的社会地位，确保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资源和权利。而激进女权的立场是彻底的反婚反男，是女性完全夺回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掌控权，包括认清沾男生男对女性个体和女性整体的长期危害，从根本上摧毁父权男权。而进一步，我们要建设的是全自然女自治领土，让女性完全掌握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项资源，重建一个真正以女性为主体的世界。右下象限，自由右派。他们标榜自由市场，但激进女权清楚地看到，现有市场本质上是男权和资本合谋的产物。男权社会延续至今，他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资源和生产手段。所谓的自由市场，不过是男性进一步巩固其权利的工具。市场的自由，实质上是男性无限上升的自由，是女性向下堕落的自由。这种自由市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男权资本鼓励消费主义、服美役，让女人沉迷于弱化、性化自己带来的虚假赞美中，还吹捧卖淫、卖卵、代孕是女性的自愿选择，却无视父权社会对女性整体的长期剥削、压迫和洗脑，刻意忽略女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极度不平等的现实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这2000年来，男一直在疯狂掠夺女性的5大价值，再将累积的财富在男群体内部循环流动，进一步加强男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激进女权拒绝向这种虚伪、扭曲、剥削女性的市场规律妥协，自然女必须不惜一切手段夺回属于女性的财富、资源，彻底摧毁现有男权市场，再重建真正属于女性的平等的天然的市场体系。左下象限，自由左派。自由左派口口声声宣称多元平等，反对父权制，但事实上他们只是用一种更温和、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造父，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女性放松警惕，沉溺于虚假的平等表象，失去进一步觉醒和反抗的动力。
自由左派主导的多元文化看似包容，实际上依然站在男权立场，以性自由、性别流动之名继续对女性进行压迫，同时还要求女人把男的当成盟友来团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YGBTQ+ 这样性本位的叙事在自由左派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但它并没有真正考虑生理女性的权益，反而篡改女性定义，侵犯女性空间，瓦解女性的自我认同，甚至侵蚀女亲密关系。还有性别平等概念的滥用，让女性误以为现有社会女性已经成为强势主流，从而放弃解决和挑战更深层次的父权男权结构，反而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帮助所谓的弱者。激进女权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在男权世界里实现所谓的男女平权，而是彻底排男，不造夫，不造父，不造子，消灭父权男权制度，最终达成全自然女自治领土。第三，激进女权的真正政治立场。在中国，激进女权遭受严厉打压，是因为中国是威权、父权、男权、儒家文化、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本质上，它是一台无法容忍任何女性独立意识存在的机器。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激进女权的每一个诉求都会直接挑战这个系统的核心运作方式，因此必然受到压制和迫害。而在国际上，激进女权被边缘化，是因为自由派女权、多元平权等男权的温和变体成功抢占了话语权。他们通过包装和引导，确保女性斗争始终被困在男权允许的范围内，从不触及真正动摇男权的议题，更不会挑战男性的利益和对社会的控制权。任何能突破这些边界的激进女权都会遭到孤立、排斥和污名化。这就是激进女权在任何政治体系下都不受待见的根本原因。它不为任何阶级、性格、理念的男个体服务，也不为任何国家、种族、宗教的男集体服务，而是只为女性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而战。激进女权、自然女不仅拒绝在男权政治框架内寻求容身之地，更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光谱，不属于左派、右派、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中的任何一方。我们是一股完全独立的力量，目标不是在现有体系中争取空间，而是彻底排男，自然女连结，共同推翻现有秩序，再创造属于我们的新世界，建立女本位的全新规则和社会模式。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实现全自然女的自治和独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但我相信，认知带来觉醒，行动带来改变。我们想要的未来终将通过我们的杂碎和创造来实现，而我们现在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彼此支持，都是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都有其深远的意义。最后，我是思希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并转发给更多的姐妹吧。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观点或者感受。我们下期再见。